叶文洁家里有张多年前的合影，看看这位小薇拉是不是有些眼熟？是的，《三体》游戏中的追随者小姑娘正是同一位小演员。你知道吗？小胖子杰克鲁尼并不是剧集的原创角色，在原著中竟然也有他。你是否好奇过网飞《三体》对原著都做了哪些改编？全部打乱重新编写后，又有哪些角色还能对应到小说中的原型呢？今天给大家介绍网飞《三体》剧集中对主要角色的改编，并由此聊聊网飞剧版和小说的主要区别。这期先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主角团说起，官方翻译称他们为牛津五杰。首先，对应关系最明确的奥基对应着原著中的汪淼，和原型汪教授一样，小奥研究纳米材料，并且创建了纳米材料的公司。在薇拉去世时间的前后，他的眼睛里出现了幽灵倒计时。神秘女子塔提亚娜告诉他，要想让倒计时结束，就得停下他纳米材料的工作。小说中的汪淼是第一部《三体》的主角。原著中，他有一位做医生的妻子李瑶和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儿子豆豆，在腾讯版剧集中是女儿。汪淼爱好摄影，倒计时的数字最初就出现在他的相机胶卷上，然后才是眼睛里，最后则是更大层面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波动。和剧版的几个朋友组队解谜不同，汪淼几乎是独自一人面对着幽灵倒计时，也没法告诉家人和同事，只有史强一直帮助着他。程锦对应着程心，在原著中，程心是一位很有争议的角色。在一切都结束后，他为地球文明立传时间之外的往事。程心身上有着人性的善良和使命感，不过这也成了他最大的缺点。基本可以说，正是人性导致了人类最终的毁灭。原著中，大刘基本把程心塑造成了一位圣母白莲花，受到大量吐槽和诟病。程心也是《三体》系列中被书迷骂得最狠的一位主角。《三体》危机爆发时，他刚以博士学位从航天发动机专业毕业，在火箭发动机课题组短暂工作后，程心接受了 PIA 的招募。PIA 也就是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，是个直接以三体舰队和三体母星为侦察目标的情报机构。PIA 的局长就是剧集中的这位托马斯·韦德。在 PIA 做航天技术助理期间，程心提出阶梯计划，并最终把云天明送进黑暗的深空。在故事后期，他2次以正义的理由做了阻碍人类发展的事，甚至把人类推向灭亡。很多读者戏称是程心可笑的圣母心毁灭了人类。看得出剧集中想要把他塑造成更为丰满立体，能让观众相信并且共情的角色。程锦和原型程心一样，是位被收养的孤儿。程心是被养母在长椅上捡到，而程锦则是小时候被天灾夺去了双亲，然后被收养，并且在英国长大。他现在在帝国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研究室做着高级研究员。薇拉去世后，他受到叶文洁的引导，是最先接触三体游戏的人。威尔对应着云天明。剧集对他的改编并不多，主要集中在感性的情感表达方面。和程心一样，云天明在小说第3部《三体：死神永生》中登场。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暗恋着程心。云天明并不像另外几位主角事业有成，他的工作普通且并不十分顺利。他还查出了肺癌，癌症晚期的云天明决定实行安乐死。在安乐死之前，大学同学胡文前去拜访，并且给了他300万元，感谢他所提供的创意点子。云天明并没用这些钱治病，而是用这笔钱购买了恒星 DX3906送给程心。在后来的岁月中，人们发现这颗恒星还带有2颗类地行星。在故事的尾声，这个小小的恒星系还承担了延续人类文明的作用。说到这里，已经能猜到了吧？杰克正对应着胡文这个角色。胡文在原著中是个很踮脚的角色，他和云天明、程心是大学时的同学。在大学期间的一次郊游中，他受到云天明青草泡水的启发，后来发明了饮料品牌绿色风暴。为此，他来到云天明的病床前，带给他300万元，说是创意专利费，实际上是向云天明积极治疗。在剧集中的杰克是个比胡文立体很多的角色，他大学期间从牛津辍学创业，自己的品牌杰克零食市值9000万，他是几人中最富有的。他很幽默，爱玩电子游戏，也是他与程锦一起通关了三体游戏，并且受到地球三体组织的招募。
索尔对应着原著中的罗辑，自认为只是有点小聪明。原著中的罗辑在小说第2部《三体：黑暗森林》才登场，是剧情后期很重要的角色。他是学天文专业的，现在在清华大学当老师，教授社会学课程。平时私生活混乱，抽烟喝酒，爱约炮。他是面壁计划4位候选人中最不起眼的一位，只因为叶文洁曾对他道破天机，而被三体文明点名追杀。在 ETO 的口中，只有他直接与主对决。剧集中的索尔在牛津的粒子加速器实验室工作，是曾经的老师薇拉的研究助理。在他自杀前，索尔是和他有最后交流的人。这位薇拉叶是他们几人曾经共同的老师，对应着原著之中的杨东。他是微机纪元元年自杀身亡的众多科学家之一，而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叶文洁的女儿。在原著中，杨东和罗辑是高中时的同学，汪淼则对他有着一面之缘的欣赏，可以判断他们几人是年龄相仿的。杨东生于1980年，故事开始时他们是30岁左右，而程心、云天明、吴文则年纪稍小几岁，刚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样子。剧集中，薇拉生于1984年，薇拉结束自己的生命时，她是40岁，而程锦他们则是她的学生。在小说中，她的生父是红岸基地的总工程师杨卫宁，而在剧集中，她的生父是地球三体组织的建立者麦克伊文斯。剧情中，叶文洁提到，伊文斯从没有真正养育过自己的女儿，直到葬礼上才见到她第一面。但有个细节或许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叶文洁家里有张多年前的合影，看看这位小薇拉是不是有些眼熟？是的，三体游戏中的追随者小姑娘正是同一位小演员。在三体游戏里，这个角色是一次次文明轮回中主角需要拯救的对象，而每次世界的毁灭都会伴随着他撕心裂肺的求救。伊文斯正是三体游戏的设计者之一，这会是他由于愧对女儿而在游戏中夹带私货吗？剧集中，薇拉没留下任何遗书，她纵身跃入实验室里的切伦科夫水池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而在原著里，她是服药自杀，并且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，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，将来也不会存在。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，但别无选择。薇拉在《三体》的故事结构中有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串联起主角几人和叶文洁。老年的叶文洁初登场时的身份就是薇拉的母亲，这与原著中完全一致。在要去的那栋楼门口，汪淼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头发花白、身材瘦削的女性，戴着眼镜，提着一个大菜篮子，吃力地上楼梯。他猜她大概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一问，她果然就是杨东的母亲叶文洁。听汪淼说明来意后，他露出发自内心的感动。他是汪淼常见到的那种老知识分子，岁月的风霜已消去了他们性情中所有的刚硬和火热，只剩下如水的柔和。这个视频主要聊了牛津5人组和他们的老师薇拉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叶文洁统帅以及其他的配角角色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